属下查探得知，顾丞相曾私下问询随行兵士，城内流言皆是齐王暗中散播。既然如此，便再添一把火。此事由你亲自办妥，所有痕迹尽数引向齐王，莫要让人查到咱们头上。属下即刻前去办妥。 臣叶灵玉特此参奏英王殿下3项过失，恳请圣上定夺。其一，英王以夜明珠诏命铺名贵绸缎为地袭，搅乱军心；其二，终日躲在马车营帐避寒虚度，对圣上不敬，在军机进铺张，却上书称与士卒同甘共苦，欺瞒君上。讲，皇子乃是一国根基，根基不正，后续传承必生祸乱。恳请陛下明察，端正朝野风气。英王身份贵重，岂能与寻常士卒一概而论？二弟确有过失，但算不上重罪，只是流言四起，恐有损皇家体面。英王法庭2年俸禄伯父军营，奏言辞虚浮，抄写兵部公文千卷，兵部尚书之本南布政使即刻离京。臣叩谢圣上宽恕，吾皇万岁。臣会联络同僚，举荐咱们的人选。这兵部尚书之位必然归殿下掌控。又是叶良义，处处与本王作对。京中流言究竟是谁散播？立刻派人彻查。臣已然查明，散播流言之人出自齐王府。 镇国公府可有牵涉其中？国公府闭门不见外客，仆役极少外出，并未传播传言。我就知道是他，妄图安插心腹执掌兵部，休想如愿。调现任安南布政使返京，直接接任兵部尚书一职。圣上心思深沉，既稳住势力，又削弱英王，下一步怕是轮到齐王了。镇国公伤势恢复的如何？国公伤势恢复极好，再过几日便能下床缓刑，至少半年不可从事繁重劳顿。 莫非世间各类疑难伤定，他都能医治？灵会县主医术纵然出众，终究只是寻常凡人。诊治疾患需细查气色，问询症状，方能断明轻重。可否退下吧？臣不敢随意妄言。今日唤你们前来，是告知一事：来年2处庄田，我不再向外租与佃户耕作。县主，庄内佃户全靠养家糊口，这田地尽数速收回，他们度日艰难，我也图不回收益吗？您走和田漏冲选实全荒，这个庄养百期，并无花庄活跳，皆从原有佃户挑选录用，按月发放劳作薪饷。种菜蓄养产出定然富裕，可是打算向外售卖？京中富贵人家改为花田，县主另有何种？京城盘下数间铺没经营吃食生意，自建总养员便是为了食材自给自足。 愿意留下做工之人，便可签署用工约。这份文约是县主亲手细看，有不解之处随时问我。蓝管事，这每月保底500文是何用意？便是庄中暂无活计之时，每人每月依旧能领取500文钱度日。这是难得的好机缘，20余两薪饷，别处根本寻不到。倘若县主铺面生意亏彻，我们岂不是要失去活计？若不继续经营，次年重新出租田地，依旧可以租田耕种。庄中200余户人家全都愿意入府做工，随时可签署用工文约，最晚2月中旬便可清场。取空白文约交予2人，能亲笔署名者签字，不便写字的可按指印足印为凭。元宵之后，统一带至府中登记。原定3月初1开工，若2月中旬投空提早动工，众人也能早些上工领取欣赏。多谢县主，属下等定当早日清场。天寒冻冰，舌头一沾便会粘住。屋内备了新制糖葫芦，兄长带你回去取用。阿姐，我盼着往后每一年小年，我们姐弟都能这般相伴相聚。好，年年一同过节。年前棋盘街3处铺面全数按期完工，烤食铺与汤锅店元宵当日开张，店内伙计皆已培训妥当。原先规划的粉汤铺，因京中南浔鲜冬笋、隆冬香面冰封、河螺难捞，成本过高，索性将3间铺面定在过桥米线经营。新年过后便要日日忙碌了。考虑到有很多百姓不识字，除了招牌和地址之外，一个字都不要写，照着实物画逼真写，用五彩斑斓的颜色抓人眼球。初期开张有优惠，一定要来！哼，到底是出身低微，都已经是县主了。老福，侧妃娘娘，王爷公务繁忙，没空见您。带着米香味的爽滑口感，比面条更劲道，吃法新颖。不尝试米条，是米线。这条街上我还从未见过有人做生意能有这么多客人，那是因为真好吃。我就没见过能把猪下水做的那么好吃的铺子，而且价格还不贵。你说我要是照着样子开一家，生意会不会也这么好？老板，听说这3家铺子是灵会县主开的，这么做会不会有麻烦？要是能偷师成功，我可以不在棋盘街开，大不了去外城。
起码得有70%相似才行。根据每天流水调整商品数量，生意不能断。明天的19会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，绝对不能缺席。唉，你就这么在意崔正阳？不是在意，是不想输。从江南过来的学子信誓旦旦说状元肯定是他，我必须得杀杀他的威风。无论是年龄还是才学，他都比不上你。其实你在意的是他的脸。东赵国第一美人的虚名根本不重要，你应该在意的是春闱。只要你考中状元，他永远被你压在下面。你不是也想见他吗？这次19会可能是春闱前最后一次宴会，不去就没机会了。明天我要去老师家，没时间去19会。明天朝廷不休筑，我们上午去，中午走，不耽误时间。唉，行，明天去，我叫上高丽一起。明日4时见，别去得太早，得晚点儿。最近灵慧县主在做什么？近日灵慧县主除了每7天去一次镇公府外，其余时间乃是自己在京城开了5家商铺，卖的都吃食，生意还不错。听闻他在安阳府开了好几家商铺，如今身在京城置办些产业也不奇怪。你先出去吧。早知道应该再晚点儿。他们说崔正阳从江南过来时感染了风寒，今日过不来了，吃了半个月都不见好。从江南到京城路上这么长时间，他就没治好吗？走，我们去崔府探病。哎，好胜心就这么强，人没来还要找到家里去。崔家乃是江南世家，怎么会在京城有这么大的宅子？往上5代崔家也曾有人在朝中为官，且官至宰相。后来赤林国破，崔家便举家搬迁到江南，就留了这个老宅。开国皇帝未驱逐旧臣，当时的崔家是后继无人吗？我家少爷感染风寒，需要休养，夫人叮嘱不见外客，几位公子请回吧。你知道告诉你家少爷说东方神坤来找他，他肯定会见我的。几位公子稍等，容小人进去禀告。你脸色怎么苍白成这样？郎中看了怎么说？会试前能不能治好？路上拖的时间有些长，怕是不太容易好。这2位是？在下宋启明，是这次参加会试的学子。听闻崔公子身体高恙，贸然拜访，还请见谅。在下宋高丽，早就听闻崔公子八斗有江南第一美男子之称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早就听闻安阳府出了一位13岁的解元。玉坤弟，还记得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和宋公子一样大。别这么叫我，临到头染什么风寒，就不能早点来京城？祖父日渐年迈，我得帮他过完生辰才能走。玉坤弟，去年3月皇姑娘诞下一子，当年之事错不在我，你何必执拗这么久了？什么叫错不怪你？要不是你突然出现勾引他，他怎么会拒绝我？你当时11岁，人家皇姑娘比我都大1岁，不是她看不上你，是她认为你年纪太小了，不合适。就算我年纪小又怎样？不过是差4岁而已，她本来都要被我打动了，是你忽然出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她喜欢我又不是我的错，我就和她见了一面，长成你我这样没人喜欢才奇怪。反正我从未喜欢过她。我讨好了那么多天的人，你只见了一面他就动心了，到头来还瞧不上他，你让我怎么想？天底下女子那么多，迟早有一天你会遇到更喜欢的。我早就不在意那件事了。这次科举的状元一定是我，你还是赶快把病养好，免得连个进士都考不上。我先走了。东方兄，你们说的皇姑娘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特别想知道，他们当年是怎么反目成仇的？反目成仇？怕是不见得。我看是嘴硬心软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崔正阳有种哥哥看弟弟的感觉。实权钻庄，上道指示部造去啊。有些要从南边运过来，得提前预定，才不耽误时间。崔正阳吃了3天药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崔府又请不了太医，能不能麻烦让灵慧县主过去看看？所以你上午去崔府了？我就是想知道他的风寒能不能好，我不想胜之不武，给人留下画饼。可以，晚上回去我跟我阿姐说。别等晚上了，现在中午休息，我们正好过去。还有10几天就是会试了，早治早好。唉，这么急的吗？你等我把饭吃完，很快。宫里传来消息，说皇后昨夜头风发作，让阿姐去宫里看病，刚走不到1刻钟。宫里不是有太医吗？应该是知道阿姐治好了镇国公，所以想让她去看看。什么病？我妹妹师承长姐，在安阳府医治过不少病人，要不让她去给崔公子看病。玉坤的好友崔正阳在来京城的路上感染了风寒，瞧了好几个郎中都不见好，想请阿姐过去看看，能不能在会试之前把人治好。风寒我能治，带我去吧。回县主，
进入前宫后便是内廷，马车只能停在这里。皇后娘娘凤体新牙，不太想见太多生人，连一个丫鬟也不能带进去。连一个丫鬟都不能带进去。既如此，清霜你便留在这里，奴婢就在这里等小姐。皇后娘娘早已等候县主多时了。臣女宋今朝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平身自坐。上次见县主还是寿宴上，公早就想传你入宫聊聊，可惜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听闻皇后娘娘昨夜头风发作，想必是宫中太医治疗有方。县主医术本宫，今天下朝后便提了一嘴，这才让你进宫瞧瞧。皇上也是心疼娘娘，既如此，臣女这就给娘娘把脉。皇后娘娘肝气郁结，心脾两虚，想必是平日操持六宫过于勤勉。臣女可以用针灸平衡这营气血。敢算计皇帝，还需娘娘不是一般的。本宫身为皇后，六宫之事上下操心，哪有不忧思的？头风之症，太医早有劝言，县主尽快治便是。檀香用的太多，会导致人头昏脑胀，还是少点为好。若是不点多些，娘娘午睡时便睡不着觉。公公，这好像不是出宫的路，刚才那个路口应该要拐弯，你却带着我直走。回县主，奴才是奉赵公公之命给县主带路的，县主跟着便是。臣女宋今朝叩欠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。平身。皇后病情如何？头风之症乃是慢性病，若能时刻保持心情愉悦，复发频率将会得到缓解。你的意思是无法根治？慢性病只能缓解，很难根治。若是调理得当，长时间不发作也是有可能的。近日国事繁重，朕有些疲累。来都来了，你也给朕看看。长期服用大量苦寒药物导致的永久性肾损伤，敢算计皇帝胆子真大。朕和皇后伉俪情深多年，她却始终未替朕生下一个皇子，就因如此，她才忧思郁结，朕也很是难过。皇上往年的脉案可否容臣女一观？我要皇上近20年的脉案。历年脉案数量众多，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完。皇后的脉案也在太医院，县主可以过去看看。皇后头风症发作，特请灵慧县主进宫诊治。你们应该反思自己的医术为何迟迟没有清进。要是灵慧县主，怕是更加不好过了。我要看永江公主出生前1年皇上的脉案。什么时辰了？什么？我家县主今日要留在宫里，看脉案要这么久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师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等阿姐，阿姐进宫已经快2个时辰了，不应该这么久才回来了。县主他们回来了。宫里的太监说，县主要留在宫中查查皇后娘娘的脉案，今天回不来了。二姐，长姐还没回来吗？阿姐去宫里给皇后娘娘看病，要晚点回来。手这么冰，是不是衣裳穿少了？阿姐是县主，见的又是皇后，怎么会不让带丫鬟？怎么有种被针对的感觉？你先带安好进去吃饭，我去找老师。清霜，你来驾车。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是学业上遇到难题了？宫中召找阿姐入宫为皇后娘娘医治头风，可丫鬟在内廷外等了1个多时辰。太监说阿姐今晚要留宿宫查脉脉，我有些不放心。午时进宫的，留宿宫中的确有些奇怪。你马上去徐府一趟，看看徐太医回来了没，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消息？还没吃饭，去盛碗饭过来。云鹤来回需要时间，陪我这个老头子继续吃点。徐太医说，灵慧县主确实在太医院查看脉案，有古院士陪同，两人在库房待了1下午，直到下职都没出来。古院士没回府，2个人都没回来就好。雪地路滑，让车夫慢点驾车。我还从未见过古院士这么殷勤。谁让你不是灵慧县主？要不是宫中没有女医，院士的位置说不定都得换人。从永江公主出生开始，皇上逐渐有肾虚的表现，太医院就没人发现吗？古院士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皇上用了一些秘药。秘药？皇上后宫里一共有多少妃嫔？50个？500个？受过雨露君恩的宫女不计其数，具体就数不清了。宫里现在的嫔妃年纪大的偏多，后来也就没有宫女被宠幸了。不是心怀恨意下毒也不奇怪，就没有其他女子怀孕？小产了不少，有几个生下来不足月余就夭折了。后来皇上清理过后宫，自此再无妃嫔怀孕。如果把她治好了，她变成之前那样怎么办？岂不是又有很多宫女要遭殃？还是得想想办法。古院士，皇帝的妃嫔中有没有年龄在26到35岁之间的妃嫔？有，不过大多数品级都不太高，差不多有30位。
听闻灵慧县主和古院士在太医院看了一晚上脉案，朕之所愿，灵慧县主以为如何？龙体元气亏乏，本源耗损过重，致使后嗣单薄。县主所言，令朕心中失望。若陛下只是怕能增添子嗣，小女子倒是有个法子。你且说来。昨夜拟了一副调养方子，能短时间提振龙体精神气力。只是此方将元气巨龙短期动用，药力散去便恢复原状，往后再难依靠外物。你何以笃定后宫女子能够顺利有孕？只要依照小女子安排行事，有90%把握。你细细讲来。陛下需静心调养整1月，不可与后宫亲近，挑选26至35岁妃嫔调理。为何限定此年岁？莫非不该越小越好？此年岁体魄强壮，受孕安稳，不易滑胎，想得轻松，岂能任由你折腾年少宫人，独守空闺？1月期满再服药，依据妃嫔周期推算10日，便能提升得子纪律。有一线希望，好过毫无门路。多几位皇子，朝中局势安稳。便依你所言，此事严守秘密。古院正，你协同暗中操办。微臣遵旨。皇后身子不适，县主每隔7日入宫诊脉。赵延德，你安排。奴才遵旨。阿姐，这般我便不搭乘古院正车马了。下官恭送县主。阿姐，皇后头风当真严重，你可调理妥当。陈年缓症需慢慢调养，往后我每7日入宫，持续2、3月，能调理好便好。怕皇后怪罪为难你。昨夜你彻夜未归，兄长打听才知平安。何须担忧，陛下不会降罪，顶多斥责几句。挑出14名体魄最佳女子，助萧承景添子嗣，人多总有出众的。阿姐，这是二姐让我拿给你的。我便知晓阿姐定会喜欢。这木锁你从何处得来？是崔公子赠予我的，就为港道。崔正阳染风寒，这木锁在他屋内，我瞧着新奇，他便送我了。这机关锁是崔公子亲手打造，还是旁人相赠？他说是自己做的，从未有人能拆开。这榫卯锁具我早年接触过，形制构造全然一致。哇！复原归位才考验功夫，明日再演示。县主，抚顺回京，押葱土豆候在府门前。随行多少人？备好热饭热汤，让众人歇息。6辆马车，20人，7位护院镖师。干草铺垫筐底，加盖草席，车厢生炭保暖，没冻坏。这批送官府，只能多费心照料。一路行程可还安稳？小人见过县主，途中遇歹人，都被镖师击退，不值一提。竹筐茶宴，明日送往司农寺交董元斌大人。董大人是司农县主官，这批是送去田庄栽种的种属。这里托付给你，我正好歇息。大人，灵慧县主府管事押送土豆前来，一到门外。竟这般快！皇家田庄栽种尚且未曾采收，县主栽种比田庄早2月，刚好是如今。需称重器具，陛下吩咐需满3000斤。司农寺已全数收下种属，下官今明2日便暗中办妥，县主静候消息。我不便诊脉，劳烦古院正代为操出，为陛下调配的滋养汤药，今日便可备至。下官明白轻重，此事万不可外泄。什么？灵慧县主只用了半个时辰就把我的18罗汉锁解开了？对，只用了半个时辰。阿姐还说今天要把它还原，说还原比拆开难。居然有人能把我做的18罗汉锁解开，还只用了半个时辰。这是我做的24柱锁，比18罗汉锁还要复杂一点，能麻烦宋二小姐交给县主吗？我阿姐会做水力桶车，还会做轮椅，不比你做的这个简单。我觉得这个难不住她。这可是我花了好几年时间琢磨出来的。宋二小姐只管拿回去，
要是县主解开了，我再琢磨更难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病，还有是14个妃嫔都是同一个太医负责，得想个法子把他打发出去。我不是来抓药的，你们沙zam馆在哪里？本官找他有正事。已经定了，明日负责采买的首领太监就会出宫。大人是想买什么药材吗？本官皇体违章一批品相极好的千年人参为皇后入药，想派一位太医随同。不知大人要派哪位太医？焦思乔焦太医。既如此，那就让焦太医明日和首领太监一起出发。只是路途遥远，这趟怕是会很累。焦太医还年轻，又是太医院的后起之秀，也该历练历练，吃点苦不算什么。随我进来。明天御药房的人要出宫采购药材，这次你跟他们一起去。我出宫买药？我需要一批上好的千年人参，御药房那些人眼光不行，你去我才放心。院士放心，下官一定把这件事办得妥妥的。院士，这个月的平安麦还没请，下官长时间不在宫里，手上的事情是不是需要交给别的太医做？你把需要做的事情写在纸上交给我，其他我会安排，你尽管出发就是。多谢院士，此次出行，下官定不负您所望。随便翻管事情一大堆，光是手上负责的妃嫔就有30个，身份最低的全在他身上。焦太医出宫采买药材，短时间内回不来，他手上的妃嫔一部分暂时交给你负责。给了自己15个，剩下15个他自己亲自来，其中14个就是宋金镜点名要的人。下午亲自给这15个妃嫔诊脉，他们都惊呆了。我是不是有哪里得罪院士了？怎么谁都不给，偏偏给了自己15个？怎么会？院士只把事情交给你做，说明他看重，其他人想要都要不到。上次在镇国公府，只有我和古院士亲眼看到了那场手术的操作过程。自那时开始，他和我说话次数确实变多了，态度也温和了不少。这应该就是看重。我晚上把温补的方子写好，麻烦古院士明天早上过来取。没问题，下官明早过来。临近会时，齐王和英王的注意力都在科举上面，对后宫之事并不关注，反倒是萧承泽对皇后的看重，引得其他妃嫔心生嫉妒，背地里说了不少酸话。我昨天晚上去崔府看了崔正阳，他脸色看起来比前2天好多了。多谢你妹妹。诗雪说会试前崔正阳的病虽然能好，但体力短时间内肯定不能完全恢复。会试连考9天，每场考试又不能出来，宫院里条件相对较差，就怕身体承受不住，影响发挥。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到时候只能让他听天由命。你就不怕到时候有人说你胜之不武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想说我也没办法。比起向外人证明自己比崔正阳更有才华，他更担心的是崔正阳因病考不了一个好名次。说白了还是担心崔正阳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好胜心才找大夫给他看病。茶饮铺前3天的客流在800到1000之间，现在每天稳定在450到550之间。开张23天，一共盈利236两。铺子里每天的卤味都不够卖，这个月一共赚了312两。不过属下前日在外城看到了一家新开张的卤味店，卖的东西和我们一模一样，味道要差许多，但长此以往肯定会有人在内城开店。属下也在外城发现了一家烧烤店，就是仿找我们开的。长此以往肯定会有人在内城开店，到时候对铺子里的生意肯定会有影响。都在担心竞争者出现会影响铺子。都别说了，开门做生意不可能一直没有竞争者出现，你们保护好自己的方子，别泄露出去就行。你们应该想的是尽快开分店，把全京城的客人全都搜罗起来。1个月内我要看到新店开张，从选址到选人，所有事情你们自己决定。开张后第1个月的盈利是你们的考核标准。训的时候说了，掌柜这是件越性的典礼工程，表现不好还会被踩下去。让本县主看到你们的能力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轻易忽视不得，定当全力以赴。皇上放心，补药已经起了作用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。灵慧县主的医术，朕自然是相信的。再过几日便是会试，令弟准备的如何？这些天家弟一直在国子监读书，负责教学的俏景博士，学识渊女倒是没怎么操心。请问令弟，东凤坤东关有才华的人更容惺惺相害。朝中百官年岁皆高，是该有点新鲜血液了。少年朝气，朕看着也舒服点儿。宋金钊，臣女宋金钊给永江公主请安。你去哪里了？侍卫说你没出宫，我找了你好半天。皇上关心皇后娘娘的病情，所以派人将我带到福宁殿询问。公主殿下找臣女是有什么事吗？你最近有没有去过镇国公府？臣女4日前给镇公复诊时去过。刚不久镇国公府太医院请御医，说是太夫人不好了，太医已经去了。可你的医术不是比太医还要好吗？你赶紧跟我去看看。镇国公的伤恢复得很好，再过半个月自己就不用再去了。怎么太夫人突然就不好了？给永江公主请安，给灵慧县主请安。希望太夫人没有大碍，我且先去看看再说。快，这边。永江公主，灵慧县主到。给永江公主请安。县主，求求你救救我母亲。太夫人年事已高，自然老去，哪有什么医治的办法？元气临散，阴阳将绝，油尽灯枯的脉象，生命正在慢慢消失。太夫人年岁已高，钟鸣漏尽，差不多就是今明2天的事情，还请节哀。难以接受，母亲怎么会突然走到这一步？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我元宵过来的时候，太夫人看着还是好好的。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常态，臣女不是神仙，没有长生不老药。楚太夫人仙逝，这弑心之言令朕悲痛。你旨
此事庄敬太夫人，遣吏部尚书东方少廷太监卓言代朕祭奠。朕闻楚太夫人先逝，赐谥庄敬太夫人。着礼部拟制诏文。臣谢主隆恩。太夫人已逝，还请镇国公节哀。拜见齐王殿下，拜见英王殿下。还请镇国公节哀。要不是他害父亲重伤，祖母也不会悲痛一场，现在才来惺惺作态，令人恶心。朝中官员眼睛都盯着两位皇子，就是不知道新皇子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放轻松，切莫紧张。你年纪还小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好好考。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名列前茅。老师放心，学生定能考上。锅炉剑模拟考核，我始终在前3名，我有自信。阿姐放心，会试难不倒我的。阿姐对你有信心，有天赋，能吃苦，自制力还强。她的课业向来不用我操心。回府，我们3日后再来。奉旨取龙门：1. 验明身份；2. 搜检全身；3. 领取卷纸；4. 各归号舍。如有夹带私藏通关节者，轻则革去功名，重则下狱流放。验尸开始，列队。像老鼠在啃木头，令人不受控制的紧张。皇上有旨，会试第1场启用备用考题。马上就要开考了，皇上怎么会忽然换考题？什么时候有备用考题了？赵公公，这备用考题在哪里？我是一点消息都没接到。考题已公布，思索片刻，开始下笔。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？完全是南辕北辙。自己不可能被骗，可现在怎么回事？难道被发现了？常年习武的身体让我能轻松应对好设湿冷的环境。虎丘被割开检查，冷风窜进来，只能压住破的地方。第1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。阿姐，府里晚膳已经准备好了，回去就能吃。爹，考试题目和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怎么会？你确定不一样？简直就是八竿子打不着。你说的是以德行忍者亡，它上面写的是以力甲忍者霸。考题是齐王殿下告诉我的，怎么会出错？怎么会？你确定这次会试的考题和本王说的不一样？犬子一回来就把事情告诉了微臣。殿下，是消息有误，还是临时换了考题？你马上去贡院找云思邈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事情恐怕不妙。殿下，考官院子被铁甲军包围，别说传话，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。这下完了，皇上肯定发现了。有本王在，你慌什么？父皇并未传召，此事或许有其他原因。你先回去等消息，明天让你儿子照常参加考试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千万别乱了方寸，自己先把马脚露出来。接下来2场都在临考前换了备用考题。身心俱疲，可压力前所未有的大，飘在空中落不到地。9天煎熬，外面被铁甲军包围，只能听天由命。阅卷开始。这9天吃的苦，要全补回来！哈哈哈哈。这题目你怎么答的？啊，内幕消息议论好几天。没问题，绝对在中上等之列。手在抖，心里更紧张了。预想中言之无物并没有，反而以小而密的现实举例论证，勉强达标但有短板，有机会但很危险，要看运气。终究还是不行吗？高丽运气一向很好，肯定有机会。希望如此吧。叶忠诚怎么说？老师，您不是都看过了吗？叶大人和您说的差不多。你过去就只让他给你点评答卷？考都考完了，还能怎样？你明天去找宋启明，让他帮你说话。老师，这么做有点强人所难，我不一定落榜。
畏首畏尾，胆小如鼠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我不想用下三滥手段，无非再等3年。启用备用考卷为警醒他们，压缩两王势力，暂不挖舞弊之人，不能让皇子被污名。水清则无鱼，不必太较真。他18岁怎么想出来的？憋了20天，1碗猛药下去，身体好了许多。皇上20天没进后宫，怎么会突然传召言官女子？肯定是言官女子假装偶遇勾引皇上，想不通，只好归咎到年龄上。好！哼！大房3房都考不上了，就2房落下，真丢脸。怎么永年能考上，你考不上？私塾以后不要去了。不行，书必须得读，耀祖只是年龄小，还没开窍。当初阿爹只答应补贴3年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另一半束修去哪里弄？爹娘现在又不缺钱，今朝那么有钱，手指头缝里露一点就够了。谁不知道3房有钱，也得今朝愿意给才行。找爹要，我就怕他发火。只要把利害关系讲给阿爹听，耀祖又是他亲孙子，这事儿肯定能成。想读就读，和以前一样，束收我补贴1半。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子，贪玩还懒，要是一直考不上怎么办？再看2年，若是真不行，好歹识字以后也能干点别的。阿姐，要放榜了！你们2个去看，兰心你跟着。放榜！中了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张姐，是高丽哥哥的声音。对，他考中了。我说过，崔正阳永远赢不过我。阿姐，哥哥考上了第3名。你守着他，我去看看。我中了，第399名。会榜上他的信息一字不漏看完，先看学校排行榜。宋启明。多谢姑娘出手相助。没事，我已经找到了。撇开气质，她的眉眼形状有点像宋诗雪。姑娘是灵会县主，学生崔正阳给县主请安。原来你就是崔正阳，18活上锁是你做的？没错，是我做的。崔兄，你怎么会和我阿姐走在一起？刚才在榜前和县主偶遇，知道你在这里，便过来打招呼。家母还在酒楼坐着，在下改日再上门拜访。我先回去把消息告诉老师，明天再去找你。师徒关系没断，就算想法不同也得憋着。现在一切都不同了。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能考上，没白费为师悉心教导，终于考中贡生。接下来就是殿试了。学生侥幸高中，第399名实在算不得高，殿试估计也就3甲。我听说宋草明考了3名。你会试名次不高，名声又不显，殿试跃升2甲不可能，唯一机会便是朝考。他每做一件事都走在悬崖边上，能安稳待在翰林院简直是个奇迹。费大人肯定知道考题，殿试后你去找叶良玉诉苦，让他帮你弄到考题，不能离开京城。学生想努力争取考个2甲，若是朝考再发挥好一点，到时候再去找人帮忙也有些底气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授官乃是吏部负责，你和东方玉坤不是有来往吗？到时候也可以找他帮忙，让他爹给你安排个好点的官职。泄露考题坚决不能做，我怕死也没脸开口，不如去县主府备考。殿试一飞冲天，不抱希望，我把70%精力花在奏奏和诗赋上。殿试和朝考只隔3天，等考完再准备根本来不及。石泉庄农庄已完工，积压3日后全部到位。卤味铺需求大，圈养数量可增加30%。庄子上的人力够不够？原先佃户做事认真，上工勤快，增加30%没有问题。
那就增加3成。花苗那边怎么样？玫瑰和茉莉花苗已从江南装船，4月初到京，薰衣草种子也一起运，不会耽误开春种植。福顺已到京城，你把管家事交给他，我另有事吩咐你。县主，崔公子上门求见，大少爷已过去，但崔公子说他是来找您的。字迹拙劣，让崔兄见笑了。会试第3名子字迹怎会拙劣？像贵府这般挂在前厅的倒是少见。宅子是皇上御赐的，没买摆设，书画大多是我的手笔。给县主请安。之前托宋二小姐交的机关锁，县主都拆开了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可有喜欢的？这是我考完会试做的，县主可以试着解开吗？你可以试着再做复杂一点，外面多加几层，零件有点少了。县主既擅长此道，不知有没有做什么新奇物件，能让在下一饱眼福？最近忙没琢磨，等崔公子入朝为官，可去工部瞧瞧，他们在建造远洋帆船，你应感兴趣。我和高丽一直在准备殿试，崔兄既然来了，可得好好帮我们指点指点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坐。第一题，如何对待西南一族崛起之势？第二题，国库税银如何快速增长？君临四海，天下归心，然西南一族屯兵多年。停笔，收卷。从童生到进士，最后一步终于结束了。阿姐，我考完了，应该还不错。你能走到这一步，阿姐已经很满意。饿了吧？吃饭。阅卷中，圈代表优等，尖代表次等。这张卷子是宋启明的，只能给次等。东方大人，这份答卷本官还需斟酌斟酌，你先来。写得太好，这么好的文章怎么能是尚可？必须得是优等。果然是这张，没看到也有2个次等标记了吗？一点眼色都没有。各位大人，这2个人哪个应该入选前10？肯定是这份400张卷第一题，我就没看到比他好的。此文过于圆滑，没有锋芒，本官觉得应该选此人。成绩一样就呈给皇上评判。若问起4个次等谁答的，望你也能说出此番言语。此次殿试最优者已经选出，还请皇上决断。赵延德，把胡明的纸封拆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本王不是让你把他踢出10名之外吗？宋明发挥出色，6个月院官给了优等，微臣压不下来。顾丞相手背青筋都冒出来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意甲第1名，京兆府长安县东方玉坤；意甲第2名，江南府余杭县崔正阳；意甲第3名，安阳府西明县宋启明；意甲第3名，安阳府西明县宋启明。年仅14岁的探花，东赵国几百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。尔等3人即为1甲，望你们今后恪尽职守，御坚弥勇，不负朕之期望。微臣叩谢皇上隆恩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不负陛下圣心。接下来便是朝考了。这是谁家的公子哥高中进士了？还是1甲第3名？这可是探花。来了！报喜的官差来了！这是灵会县主的府邸，考上探花的是县主弟弟宋大公子。捷报！恭贺县主府宋启明、宋老爷高中1比第3名，探花及第。恭喜县主，宋大公子如此年少便高中探花，实乃我东赵国第1人。县主真是教导有方。辛苦各位，福顺给喜钱。走了这么久的路，想必几位差役大人都渴了，自家做的茶饮带着路上喝。多谢县主厚赏，祝探花老爷日后前程似锦，官运亨通。皇上圣谕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开科取士，其余得贤。尔等诸生荣登金榜，望今后勤于王室，效力于朝，特赐宴于琼林。臣等叩谢天恩万岁。赐御酒簪花，开宴。看吧，就说状元非我莫属。顾其山和隋庄林的眼神如同芒刺在背。给哥哥献花的人好少，扔东西的都是姑娘，大个的没他们好看。瞎说什么大实话，你哥哥只是没长开而已。哥哥这边。
这2位姑娘和探花大人是什么关系？年纪这么小就定亲了？瞎说什么？那是灵慧县主和他妹妹。探花郎是灵慧县主的亲弟弟。难道皇上不想授予宋启明正七品翰林院编修的官职？宋启明考中进士，是不是要回乡祭祖？按礼俗习惯，应该是要回去的。重新拿到空白圣旨过来，朝中急需用人，一家3人需尽快入翰林院当值，中间就不必回乡祭祖了。只有半个月恩假，回村一趟根本不够。那我们是不是就回不去了？要不，阿姐你带诗月和安好回去一趟。怀孕1个月才能诊出，最早的也才过去20多天。宫中皇后娘娘凤体不安，我7日便要进宫一次，短时间内怕是走不掉。阿姐，皇后娘娘的头风症还没治好吗？大概还有1个月。那就再等等，先写信回去告诉阿爷一声。招考结束后，高丽应该会回去，到时候可以一起。我觉得我这次考得不错，应该是中上等。哼，这么自信？这次考试和之前都不一样，我写的特别顺。把题目和怎么写的1五1十告诉他。第136名，这个名次正常情况下是留不了京城的。庶习师是不用想了，如果留在京城，得等几个月，先进6部官正学习。若是不考虑留在京城，可以外放地方当县令，之后再慢慢调回来。若是留下，6部进哪部？刑部是英王的势力范围，礼部是齐王的势力范围，这3个肯定是不能去。工部尚书欧诗年和阿姐关系不错，他倒是不站队。兵部、吏部、工部这3个比较合适，但是我觉得进兵部最好。吴建征是皇上亲自从安南调回来的，留兵部官员多了幽兵王一党，他定会清楚。若是高丽能得到吴建征的重用，他在兵部会升得很快。如此看来，兵部倒是最适合的去处。高丽有上进心又没有背景，吴建征应该会放心用。明天朝考名次公布后，他应该会去找你，把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他，让他自己选。辛苦老师费心为高丽筹谋。他们说近几年朝廷国库不丰，好地方的知县都要抢着当。虽然我朝考名次不错，可殿试毕竟只有3甲，大概率是府学教授。你现在是什么想法？我想要留下，想去找东方玉坤帮忙，外放江南当知县也行。吏部、兵部、工部，你想怎么选？我想去兵部。你确定？兵部现在可乱得很。我确定，风险大，机会也大，我想赌一把。县主，盐官女子越信推迟7天，海关女子晚3天，脉象像是滑脉，不过时间太短，下官有点不敢确定。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，你告诉他们没有？下官不确定就没说，免得误诊让皇上失望。那就再等几天，等确定怀孕之后再说。其他嫔妃也需要注意。县主放心，这14个嫔妃是下官亲自照料，是各个方面会叮嘱他们注意，做得不错。你若是能留在京城，我们师徒2人也好相互照应。按照你的行事风格，我怕20-30年都不会有出路，这经验还是不要借鉴了。滑脉，确凿无疑，1个半月的身孕。古院士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我得了什么病吗？恭喜小主，你有喜了，你已经有1个半月的身孕了。我有喜了，我有喜了！彩霞，你快去告诉皇上，就说我有喜了。10几年了，后宫终于又有妃嫔怀孕。古居仆，盐官女子的胎朕交给你照顾，务必让她顺利诞下皇子。微臣遵旨。怎么会怀孕？皇上不是已经……母妃，盐女子怎么会有喜？你不是说父皇已经不能让女子怀孕了吗？会不会盐官女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父皇的？宫里除了父皇还有侍卫。你是说盐官女子私通？母妃让外祖父搜罗了好生养的女子，今天送到你府里去。谁生下帝皇第1个皇孙，他必定龙颜大福。老母妃操心，儿臣会努力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总不会海关女子也私通了？接连2个好消息，连批奏折都通关。召灵慧县主入宫觐见，把古居捕也给朕叫过来。不必多礼，朕今日召你们过来，是有重要的事情吩咐。重要的事情，总觉得不是好事。宫中2位嫔妃同时有孕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宫里，海宫女子的胎交给你照顾。臣女正在收拾行李，不日回乡祭祖，安胎之事还是交给太医院比较妥当。等海宫女子的龙胎生下来后，朕给宋启明放4个月假，到时候你们再一起回去。免得让外人觉得宫中太医都是酒囊饭袋之辈，连保胎都做不到。洪太医和程太医从医多年，照料过景贵妃和荣贵妃，平安生下2位皇子，此胎必定安稳。海关女子的龙胎交给洪太医，灵慧县主只需每日进宫为2位怀孕妃嫔诊脉。阿姐，你怎么了？是皇后的头风症又发作了吗？阿姐，老师已把高丽引荐给兵部尚书，她不能回去了。金昭姐，能不能帮我把这一封信带回去？还有这些东西。我和诗雪也不能回去了，宫中妃嫔怀孕。皇上命我每日入宫。宫里不是有太医吗？皇上也太会使唤人了。诗雪慎言，
有些话不能讲出来。阿姐，你之前去宫里到底是给谁看病？是皇上，他想再要一个皇子。怪不得老师会那么说，原来是真的。皇上不想让人知道他杨氏不娶，所以用皇后娘娘的头风症当幌子。这件事你们必须保密，一个字都不能透露。我说皇后娘娘的头风症，阿姐怎么治了这么久？原来不是给她看的。一定是宋金昭，一定是他治好了父皇，给皇后看病是幌子。古居无照顾低阶嫔妃也是早有预谋。皇上这么做是不是对你和齐王有所不满？倘若真的生下皇子，太子之位怕是悬了。都怪这个宋金昭，不出南解我心头之恨。母妃，这14个妃嫔肯定有人会生下皇子，能不能先将他们肚子里的孩子除去？不行，1、2个人小产还能说是意外，14个都小产，皇上一定会下令彻查。到时候惹祸上身，你我都保不住。许太医、严女士交由你照料，红太医、海女士归你负责。诸位打起十足精神，遇上急症务必第一时间告知我与灵慧县主，万万不可心存侥幸。灵慧县主会时常来太医院吗？能否向他讨教？县主日常事务繁杂，并无多余空闲为诸位逐一解惑。古院正，这些医院本县主可否带回府中研读？太医院藏书，县主尽可取走阅览，读完送回便可。这是下官先祖早年寻得的孤本，县主若不嫌弃，可带回品读。倒是让他抢先一步，算盘打得实在精明。这些皆是太医院珍藏孤本，正好静下心钻研一番。阿姐太厉害了，这些术歌我们可否誊抄留存？不可原样得写，读完之后你可自行梳理记录，切莫逐字照搬。奴婢拜见县主，我家主子身子不适，劳烦县主一步诊治。景贵妃可有身孕？陛下指命本县主照料14位怀有皇嗣的贵人。我家主子乃是贵妃之尊，难道不配劳烦县主问诊？宫中贵人染恙，自有太医诊治。本县主并非专指太医。下官已去永寿宫诊视，景贵妃身体并无任何不妥。她身体好坏与我无干系，宫中数10位太医怎会寻不出能诊治之人？景贵妃是齐王生母，若在陛下面前言语挑拨，唯恐陛下怪罪的县主。在陛下心中，腹中皇嗣与景贵妃孰轻孰重？这羹汤滋味绝佳，你殿中小厨房厨艺越发精进。臣妾午后小腹隐隐作痛，想来是清晨沾染寒冷。今日上午请灵慧县主问诊，他直言只给孕妇诊病，连殿门都未曾踏入便离去。灵慧县主每日为14位贵人诊脉，早已劳顿，往后不必再去叨扰他。陛下教诲极是，是臣妾思虑不周。朕已然用毕，御书房上有奏折待批，你好生休养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早知便不该多言。海女士小腹胀痛难忍，下官诊查无异样，劳烦县主一步。县主，求您快为我诊治，腹中持续发胀，时不时增痛。皇子脉象安稳，并无不妥。你是否心绪太过紧张？腹痛分明是刻意佯装，他一心只想将自己留住。天色已晚，太医院尚有事务待办，下官先行告退。洪太医若有公务，便先行返回。来人即刻传膳，今日刘县主在殿中用晚膳。他和自己没有仇怨，这么做8成是有人指使，是要把自己留在宫里。小主肚子不舒服，胃口倒是挺好，2碗饭下肚还没吃饱吗？孕妇不宜吃太多，孩子太大生不下来。皇上若下令舍母保子，本县主只能动手把孩子取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就像杀鱼一样，把内脏和鱼子掏出来。不过小主放心，我的刀很快，也就疼一会儿。就这点胆子还敢算计人？幕后之人找的这把刀可真够钝。天色已晚，县主还是早点出宫吧。这个时辰宫门都关了，本县主今日就留在小主宫里过夜，免得晚上小主又肚子疼。我现在一点都不得疼主，也没地方招待令牌，宫门关了，县主也可以出去。他坚持要自己出宫，宫外定有危险。景贵妃是齐王生母，幕后之人是萧荣烨。宫门夜闭，所有人一律止步。马车上坐的是谁？海关女子身体不适，本县主待得晚了些。是谁在开宫门？县主今天怎么这么晚回去？天这么黑，只有我和侍女，着实有些害怕。范统领能否顺路送本县主回府？夜晚风路重，奇风会面瘫，范统领还是坐马车比较好。若大人患病，便是本县主的过错。县主身份尊贵，以后出门应该多带几个下人。就是因为杀的人太多，心情中不安，怕尤其恶鬼。杀过人还怕走夜路，总不会怕鬼。县主，有刺客！什么怕黑怕鬼，全是谎话。他早就知道有刺客。找死！范关山怎么会在马车里？里面坐的不是灵慧县主吗？县主，又来了10几个刺客！
找死！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县主，这里还有一个活口，这些人都是死士，嘴里都藏了毒。说。范统领，灵慧县主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人要行刺我家县主，还好有范统领护送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就算没有自己，后果也不会堪设想。就凭灵慧县主的狠劲儿，谁杀谁真不一定。县主，既然京兆府的人来了，还是将此交给他们审问，免得脏了县主的手。事关本县主安危，我要亲自参加审讯。范统领能否陪我一起？既如此，下官便陪县主走一趟。给灵慧县主请安，下官拜见范统领。刚出宫就遇到这么多人行刺本县主，我怕是安不了。是下官失职，还请县主恕罪。来人，立刻把3个活口关入牢房，本官要连夜审问，把幕后指使揪出来。还有个女人，你蠢啊！这副打扮明显不是犯人。杀了10几个人，身上一滴血都没沾。县主不亲自动手？我已经让丫鬟回府去拿审问犯人的工具，先让府尹大人给他们松松筋骨。县主，要不先歇歇，再这么下去人就要死了。下官拜见范统领、江大人。没事，先来个开胃小菜，或许用不上。县主的审讯方法真是独特。这法子我以前用过，半盏茶时间就吐了，不知道这些死士能撑多久。最毒妇人心，善变极了。以后这灵慧县主是真的惹不了一点儿。我说，求你放过我，求你把他拿出来。说，指使之人是谁？是齐王派我们来杀你的。和皇子作对是要丢小命的，皇上还能杀了自己儿子不成？齐王敢派人刺杀长姐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负责传令的是王爷身边的岑越，他让我们2更时埋伏，其他什么都没说。县主，您的侍女来了。把药给他喂下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受不受得住。所有人都退出去。清霜，脱了他的裤子。医生当久了，见的事情太多，这些都是毛毛雨。不要！我说，是鹰王，我们是鹰王的人。怎么又把鹰王给扯进来了？这下可真是完蛋了。本县主现在要进宫告御状，范统领和江大人是否要一同前去？下官身体有些不适，县主先请。时辰差不多，本统领要入宫护卫皇城，正好和县主同路。你留在这里，务必看好江大人，别让他耍什么花样。阿姐放心，我马上去办。王爷不好了，灵慧县主和范统领正在进宫的路上，过去1个晚上被抓的死士肯定吐了。都是些贪生怕死的废物！我让你训练死士，你就是这么给本王训练的？怕什么？只要本王不承认，宋金阳就算有口供也无济于事。可莫流见过卑职，他来府里的时候，不少人都见过他。皇上，灵慧县主此刻正跪在保和殿外求见皇上，说是要告御状。告什么御状？刺客说指使他们的人是齐王殿下和鹰王殿下。把人带到御书房，传京兆府府尹齐王和鹰王进宫。灵慧县主说，昨夜齐王和鹰王派刺客暗杀他，这事你知不知道？已经审完拿到口供了，这罪怕是定不了。不好告也得告，就算是定不了，也得让他们脱层皮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昨夜灵慧县主和范统领在宫外遇袭，刺客说受你们2人指使，你们可有话说？儿臣就连县主遇刺刚刚知道，又怎么会派人去杀县主？儿臣冤枉！父皇，儿臣和灵慧县主无冤无仇，此事绝对是诬陷。2位殿下口口声声说冤枉，为什么刺客不诬陷别人，只诬陷你们？齐王让贴身护卫岑越下达行刺任务，供出鹰王的死书，说出了赵志和的名，请皇上立刻下旨缉拿。范关山听令，立刻带御林军前往齐王府和鹰王府，将此2人捉拿归案。微臣领命。微臣搜遍2王府，没有找到岑越和赵志和，管家说一早就没看见，想必已畏罪逃逃。父皇，儿臣完全不知情，肯定有人买通岑越，栽赃陷害儿臣。赵参讲绝不会行刺县主，肯定有人绑走了他，请父皇下令封城，还儿臣清白。岑越和赵志和怕不是已经被杀人灭口了？那鹰王殿下说说，这幕后真凶到底有谁？是谁和2位王爷结了这么大仇怨？县主慎言，赵参讲负责整个鹰王府安危，
本王连性命都能托付给他，又怎么会杀他？除非他们二人相互陷害，否则又有谁敢陷害当朝皇子？臣女心中还有一个疑虑，昨日给海关女子诊脉，胎相稳度，小主却说肚子疼，将臣女留到晚上。臣女一般中午出宫，刺客却提前埋伏，有理由怀疑海关女子装病，请皇上传诏对质。让人把海关女子带过来。自己摘指海关女子，指使的肯定是好哥哥，干脆让他背下所有罪名。皇上不好了，海关女子掉进了御花园的荷花池，太医说人可能不行了。放肆！皇上，父皇息怒。还真是愚蠢到了极点，他们这是在逼萧承泽动手，都不用自己费口舌了。灵慧县主，龙台不容有失，你马上跟朕去救人。是皇上。回皇上，海关女子没救回来，已经去了。14个怀孕孕妇就这样少了一个，还不知道皇上会怎么生气。口鼻处有白色菌状泡沫，这是溺水死亡特征。掉进荷花池后没有马上救人吗？你们小主到底是怎么掉进荷花池的？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救人？脚下打滑掉进荷花池，你是死人不知道福吗？将崔明轩宫女太监全部关进慎刑司严刑拷打。怀着龙胎的妃嫔，他们也敢下手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命三司共同审理灵慧县主遇刺一案，涉事皇子禁于府中，不得于外事，违令者杀无赦。刑部尚书是英王的人，大理寺称是齐王的人，这个案子会很难办。好端端两个皇子为什么要派人刺杀灵慧县主？宫里那么多娘娘怀孕，和县主有关，齐王、英王才会报复他。最新消息，宫里意外过世了一个得宠的娘娘，也和县主被刺一案有关。皇位争夺向来残酷，也不知道14个最后能剩几个。没想到京兆府审讯手段比刑部还厉害，身上一点好肉都没有。下官审讯2个时辰都没撬开嘴，最后是灵慧县主亲自动的手。这些伤是灵慧县主弄的，一个10几岁的姑娘也太残暴了。他狠绝起来连男子都比不上，更厉害的我都不好意思说。老师，找到岑月和赵志和了吗？整个京城搜遍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想必凶多吉少。皇上下旨3司会诊后，单独将我留下说，无论案子查成什么样，皇家威严不容有负。对2个皇子只能重罪轻罚。什么意思？皇上要包庇他儿子？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皇上怎么能明知故犯？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个结果，谁的命都比不上他儿子的命，除非谋反弑父，否则不会杀他们。事实就是如此。若不让他们，只能救出点忍，下次还派人刺杀阿姐怎么办？不杀不代表不会严惩。现在护着是因为朝中只有2个皇子，皇上别无选择。只要后宫有皇子出生，这个优势就没了。到时候再下手会容易许多。皇上，您一整天没吃东西，御膳房做了桂圆银耳羹，吃点吧，不然伤胃。赵彦德，刺杀宋金昭是没喊不满宫里有妃嫔怀孕，或许是灵慧县主有哪里得罪了2位王爷，可案子不是还没查清楚吗？不过是朕自欺欺人罢了。崔明轩宫女太监严刑拷打，一直喊冤，海关女子踩到青苔掉下去，那块青苔是刻意放的，是太后留给她的那块鸾凤佩。今天早上，景贵妃派宫女给海关女子送了1碗血燕补身体，之后海关女子才去的御花园，将送东西的宫女带到慎刑司严刑拷打。朕要知道真相。官爷，这上面的人我见过，就在我家后山竹林里。10天前，我看到2个人在那里埋尸体，一刀毙命。根据蛆虫大小，死了大概10天左右。一个身子挺拔，手背有疤；另一个小眼睛，脸上有痣。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画像上的人就是英王身边的小厮。皇上下令3司会诊，你为什么不先告知我和叶大人，要一个人来见皇上？我这不是怕消息泄露，让凶手又跑。提前告诉你，你要是把消息传给英王，这2个凶手怕是也落得和赵志和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和叶大人包庇凶手不成？冒出来的人证会加重皇上对英王的处罚。这个雷来的正好。少将军，您安排的事儿已经办妥，那2个人已经被关进刑部。马上离开京城，永远不要回来，以后你就只能隐姓埋名过日子了。少将军放心，要是被发现，小人绝对不会活着。呈上去又怎样？雷声大雨点小，动不了筋骨。阿姐，我读遍圣人之言，朝廷律法倒背如流，可我效忠的君王不是明君，他还配当君王吗？现在呢？百官效忠皇帝，是因为帝王掌握生杀大权，不效力就会死。几千年王朝更替不知多少次，君者周也，庶人者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君王指示国家，就会有人取代他。你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人，做不到换了他，就安安分分做好本职工作，无愧于心就好。齐王萧荣彻御下不严，削去亲王爵位，处降为齐安郡王，罚1年10禄，赔偿灵慧县主，降为应城郡王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削爵降为郡王，这已经算非常严重的责罚，超出预想。荣彻带朕南下巡视运河，荣彦去东山下亭巡视粮仓储备，绝不能出岔子。儿臣叩谢父皇隆恩。
确保所有流程按照县主要求进行。怎么又换了一个？上次来的是个男的，送今朝的下人可真多。奴婢春杏给老太爷、老夫人请安。今朝他们怎么没回来？还是要晚2天？人多眼杂，得进屋再说。大少爷高中探话，只放半月假。宫里娘娘怀孕，皇上让县主看，所以回不来了。县主问老太爷、老夫人愿不愿去京城住一段时间。爹，既然京城是皇都派人来接了，惊了你鬼的去，肯定热闹好玩。县主特意叮嘱说，老太爷、老夫人年纪大了，让我们路上走慢点，路上有下人照顾。一个下人插什么话，嘴真贱。今朝只接我们，村里人肯定说闲话，尤其二郎媳妇儿影响启明仕途。老二要是仗着侄子当官，侄女当县主，到处惹祸怎么办？惹来杀身之祸是要掉脑袋的。那就不去，京城那么远，路上得2个多月。今朝做事周到，去不去他都想到了，仆人都安排好了。你说今朝他们明年年初能回来吗？有什么事等我送完孩子再说。大嫂，三房如今在京城享福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爹娘这次去京城，要是不回来，以后我们再想和三房联系就难了。当年三郎夫妇去世时，我们商量让尸血冲洗，把安好过尽。这些今朝和宋王都知道，他们心里有怨，最后还不是没冲洗过尽。当年家里穷养不起。爹，二弟说你和娘不准备去京城。对，京城太远，我和你娘年纪大，怕身体受不住就不去了。不去也好，现在去京城路上热，回来的时候冬天又冷，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。爹娘不去，大房也不去，这下彻底没办法了。福气送上门都不知道想。这是胡三罗，一些简单的字都会读也会写。以后老太爷和老夫人想给县主写信，尽管交给他。这是周雅姑，能做一手好菜，厨房的事儿尽可交给他。他们签了卖身契，月令银子县主负责，二老只管使唤。瞧着都是老实人，你费心了。是。以后老太爷和太夫人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及时写信送到京里，尤其是大房和二房，多盯着点儿，别出什么事儿。春姐放心，我们会注意的。安阳府的宅子之后会交给陆管事，以后要是缺什么，及时写信告诉他，他会派人送过来。我们记下了。县主，这是工厂今天做出来的样品，已经按照您说的用高浓度酒精萃取过一遍了。香味变淡，中后调更加自然，不会太引人注意，走近后又很明显。这个标准已经可以，以后都按照这个来，对应的香水立刻提上进度。奴才给二小姐请安。才1个月不见，兰溪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脸颊没肉，眼珠都灰暗了不少。小人没瘦，只是长高了一点，多谢二小姐关怀，小人省得。自己现在是下人，有些事不该妄想，也不配。阿英，快回府！今天大哥休沐，说好下午要带我去城外打猎的。雪团别碰我，你头上都是雪，好冷。怎么没有鱼丸？我想吃。店里生意太好，鱼丸卖完了，新做的等一下就会送过来。算术还是学堂第1名，这聪明劲儿随我。自恋，我算术是长姐教的，才不是随你。自恋的意思就是过度关注和欣赏自己，就像玉坤哥哥，他不仅自恋还臭美。那是因为你玉坤哥哥有自恋的本钱，相貌全京城第1，自恋一点也正常。要是舍不得就搬回去，这个天化不了。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好，风景好，地方大，他们能看得更远。这是萧荣燕离京时代的侍卫。停车。半年不见，灵慧县主别来无恙。给阴城王爷请安。半年不见，郡王倒是清瘦不少，想来这次出京巡视一定吃了不少苦。离开京城的这半年，本王时常想到贤主，如今回来总算是见到了，我们走着瞧。贤主，宫里传来消息是言官女子要上您进宫。言官女子的胎距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生？宫中传召，臣女先行一步。总不会13个都是公主，这一切都怪宋今朝。殿下别担心，说不定是位公主。臣女给皇上皇后请安，给各位娘娘请安。无论如何，先保孩子，孩子绝不能出事。情况怎么样？1个时辰前，言官女子在院子里不小心滑了一跤，肚子撞在石头上，当场就见红了，血越流越多。下官已开方子，可孩子一直生不下来。方子没问题。端一碗参汤过来，咬住，省着点力气把孩子生下来。怎么没生了？灵慧县主在里面，应该不会有事。保持清醒，现在深吸一口气，屏住，然后把所有的力气从胸口往下推。保持住，别泄气。很好，现在慢慢吐气，我们再来一次。
是位小皇子。确定他没事了？恭喜皇上，小主生了一位小皇子。三皇子身体如何？皇后娘娘放心，三皇子哭声洪亮，手脚有力，身体十分康健。这才第一个，以后父皇就不止自己和萧荣业2个皇子了。火焰照在脸上，暖暖的，他就觉得很安心。长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兔子都要烤焦了。满嘴是油，好吃吗？大哥和二姐说要等你一起，我实在忍不住就吃了一丢丢。下次不用等我，饿了就吃。阿姐，言官女子平安生产了吗？是个皇子，母女平安。老师知道后一定会很高兴，他就盼着皇子出生，还说越多越好。想到了九子夺地，康熙好歹是个明君，萧承景和他差了10万8千里，萧荣彻和萧荣燕的品行又摆在这儿，以后什么情况还真不一定。从11月底到元宵灯节，宫中一共诞下皇子6人，公主7人。唉，总算是生完了。回来后立刻擢升从6品翰林院修撰，升迁速度远超旁人。朝中官员清楚这是皇上对我的恩宠，无人提出反对意见。你官职比我高，没想到最后是我回不去。我也是沾了阿姐的光，否则哪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假？职位还给留着。不过你确定不让我们顺路把大壮叔他们带过来和你见一面？这么长时间不见面，说是思之如狂，村里闲言碎语也不会少。还是不了，你们带过来的时候顺路，回去的时候找商队护送，路程太远我不放心。只要坚守本心，底层官员的俸禄就很微薄，房价地价更是高到捞补。把家人接过来，他还真有点养不起。不如用存下来的俸禄让爹娘在老家多买点田地租出去，过舒服日子。白虎开道，来时他躺在车里睡大觉，这次骑马看什么都觉得新奇。2年未回，竟也生出一种近乡情垂的感觉。4岁的宋安好轮流坐在3个马背上。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怎么有一头老虎？怎么可能有老虎？我看你是看花眼了，肯定是狗。真的是老虎！有老虎！别怕，这是我家养的宠物，不咬人的。不行，你的伪装失败了，现在不能叫。我又没凶，主人说话好大声。怎么了？给灵慧县主请安，拜见宋大人。给县主请安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县主恕罪。县主，这些人都是最近调过来的，不知道县主的本事，要是有哪里冒犯了县主，还请县主恕罪。都是小事，带的宠物有点凶，他们不放心也是正常。都起来吧。多谢县主。县主刚从京城回来，系上绳子，确保头和脸都能被遮住。赵班长，我们西宁城还出过县主，怎么还养老虎？不怕吗？养老虎算什么？他还杀过老虎呢。差点忘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得赶紧去告诉大人。这真的是一个10几岁姑娘能做出来的事情。老婆子，是不是今朝他们回来了？阿爷阿婆，诗雪回来了，长这么高，阿婆都不敢认了。外面风大，快进来。午饭回来的路上吃了，现在还不饿，不用太早。问他们在京城过得怎么样？那是不是老虎？雪团别叫，乖乖在柴房待着，兰溪看好他。盯着宋世雪身上的衣裳首饰，脑子里想这些东西值多少银子。这是你堂弟永石，他比你小2岁。我知道，回来的时候二姐说过。大伯、二伯、大伯娘、二伯母。看宋诗海的眼神，既熟悉又陌生。启明，我家高丽在京城怎么样？每次信里都说过得好，这孩子一个人在京城，我们是真担心。高丽在京城很好，他现在已经是兵部武库司的主事，很受上司器重。就是公务太忙，没时间回来。京城那么远，早知道还不如回安阳府当官，至少近点能见到人。2年没见儿子，担心他吃不好睡不好，身边没人照顾，在村长家待了一会儿才离开。喝了2杯茶，说的都是宋高丽在京城的情况。结束后考敲了2个堂弟的学问，难度越往下越难。来弟妹妹怎么会的？
我看三罗识字，家里又没那么多活干，索性就把你和诗雨留在家里的书翻出来，让三罗教他们。没想到宋老爹会主动让2个孙女读书，真是有点出乎意料。学那么多字干嘛？又不能考科举当官。要我说，还不如让周牙瓜教他们做菜，以后也好找婆家。人的思想一旦固定，短时间内是很难改过来，更何况他重男轻女，自己都没发出声音，他听到了。4年多过去，一切都已经变了。拿着廷超的册封县主的圣旨内容，在坟墓面前读了一遍，将金超的赐进士出身诏书读了一遍，仿佛宋三郎夫妇来了，将他们带走一般。爹娘，我现在每天都要读书练武，在学堂教我读书的东方爷爷说我很聪明，哥哥姐姐对我特别好，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就是有时候哥哥会欺负我，你们记得托梦教训他一顿。不由得想起他刚出生时躺在襁褓里嗷嗷大哭的模样。阿爷，这次回来除了祭拜爹娘和看你们，我和阿姐还想重修祖坟。是该修了，如今你和金豪的身份不一样，祖坟也该修得体面些。等下我就去找工匠，动工前还得先找人看风水，这事儿可马虎不得。阿爷只管放心，我一定找西宁城最好的风水先生过来看，工匠的事情也会安排妥当，保证把祖坟修得既气派又旺子孙。你办事我放心。大哥，像修祖坟这样的大事，应该交给我们2个儿子做。你是长子，要不你去跟爹说说，让金钊把修祖坟的银子交给我们2个，我们来操办。我觉得应该让金钊和启明操办，他们有出息，见识广，祖宗肯定也更满意。出钱的不是自己，话还是少点比较好，到时候帮忙也算参与了。村长说等你们回来就开内祠，等修好了祖坟我就去找他说。除了感到荣耀外，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了身上。哥，等你以后官越做越大，也立一块碑放在阿姐的旁边，那样看着才好。你倒是看得起我。县主，西宁城县令张大人来了。下官西宁城县令张远宗拜见灵会县主。你我是旧识，张大人不必多礼。宋大人，张大人，县主此次回乡能在家里待多久？差不多10天半个月。这次回来打算修缮家中祖坟，启明高中探花也需要宴请村里人庆贺，到时候大人可一定要来。不瞒县主，下官3日后就要启程去安阳府上任，宴席怕是来不了。哦，张大人这是升迁了？托县主的福，年前调令就下来了，升任安阳府同知。若不是新任县令迟迟没到，下官都已经去上任了。不知新任县令是哪位大人？人已经到了吗？是新科进士向光年，说起来和宋大人是同一批进士，他后日便到。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。会试最后第1名，他的名字就在高丽的名字旁边。对，就是他。我说怎么好像在哪里看见过，原来是在会试榜上。如果会试发挥不好，朝考名次又低，在没有官职空缺的情况下，有些新科进士往往需要等上3、5个月。望着私塾里正在读书的学生，恍惚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启明，学生拜见夫子。2年多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高丽没回来？兵部事忙，他没空回来。这次我能回来，也是托了长姐的福。那是我堂哥，去年春闱殿试的探花郎，现在在京城当大官。你堂哥回来啦？那你当县主的堂姐有没有回来？早课分心讲话，命你将正在读的这篇文章抄10遍，明日早课前交上来。是。私塾里的学生好像多了许多，10里8乡知道后都把孩子送过来让我教，人太多，只好又请了2个夫子。永年如今已是童生，天赋不足，但还算努力，要祖就差些，小聪明都没用在读书上，好几次爬墙出去被我抓住。堂弟的事情自有二伯操心，就让他再读几年，这么小出去也干不了什么正事。先在坟墓周围晃悠一圈，接着就开始对周围的环境一顿指点。尤为重视的宋老爹立刻安排宋大郎和宋二郎干活，这些事就该家中男丁干，更显孝心，老祖宗才不会不高兴。今朝村里的村祠建了也有些年头，瓦片房梁都老了，内祠祖宗的牌位有些都开裂了。启明和高丽考中进士后，我就想把村祠修缮一下，2家一起出银子翻新，牌位上的字让启明亲手写。我看行，我家启明的字最是漂亮。可以，如果村里人都同意，翻新的事情还要麻烦村长一手操办，银子的事情我们来就行。村里各家各户我去说，银子就2家各1半，高丽也得出。本来就没宋小敏考得好，官也没对方大，要是一点银子都不出，岂不是更没存在感？修缮祖坟请的是城里的工匠，加上有带回来的下人帮忙，只用2天半时间就完工了。翻新完毕当天，带领村民一起行祭祀大礼，宋满仓甚至还办了10桌流水席。京城肯定有不少英年才俊，如今启明已经入朝为官，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，挑个好的。无论是嫁人还是招赘，总得安排。被特意叫过来催婚，启明还没成亲，安好年纪也还小，嫁人的事情以后再说。
启明，你是三房长子，你阿姐今年都19岁了，她的亲事你得上心。孙儿明白阿姨阿婆的意思，可阿姐是个有主见的人，她的婚事我很难插手，得看她自己喜欢才行。我又没让你强逼，你京城那么多的青年才俊转转，总有能看上你。可现家里要照顾你们下人，可不能再耽误你姐，等再过几年就真的不好找了。阿姐，我带你去看个东西。阿姐，你猜他们在干嘛？宋二花就是这么写的。原来我名字是这么写的，还挺好看。来弟，你能不能教我写？不行，我的名字还没写，说好下一个轮到我了。今朝姐姐，诗雪姐姐。宋今朝已经猜到他们正在干嘛。这个字是不会写吗？宋玉婵的名字是游方道士取的，婵字三罗书没教过，我不会写。今朝姐，他们说你是县主，是大官，你会写我的名字吗？会。这个字好难写，笔画好多，怪不得三罗书没教。我阿娘教我，我得回去了，明天见。今朝姐，我和妹妹先回家了，等下午再去找宋诗雪玩。要是人人都能读得起书就好了。这个时代读书成本太高，大多数人连衣食住行都是奢望，又怎么会让家里孩子读书？奴才都是照着书要咱们读写，不认识的就跳过。来弟小姐上次答出来的诗句也是。怎么没让他们把书带回去？3个人学的时候是一起看的。刚开去过几次，之后来弟小姐说就放在这里，每天过来学的时候看。今天诗雪看到来弟在河滩上教村里的小孩写他们自己的名字，我想在村里开一个男孩女孩都能读书的学堂。开学堂？翻新的村祠有一间房子空着，就把学堂开在那里。西宁夫子我们来请，让村里孩子免数分上学，村长一定会答应。学堂也可以交给他管。而且西宁城秀才学比较难请，如果是童生问题倒是不大，我可以去找郑夫子问问。童生就行，我只想提供一个让他们识字的机会。童生的才学够了。阿姐的意思我明白了，那我们去找村长吧。今朝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是说要开学堂吗？对，我想租3间屋子，村里的孩子读书14字，夫子我来请，免书生入学，您看怎么样？这是行善积德的好事，要是能多出几个像启明、高丽这样有出息的孩子，我们宋家村必定3世生远的人感谢你。村里和启明过几日就要启程回京城，学堂的事情还需您多操心。那是自然，今朝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办。第一，学堂免束修和学词费。第二，在学堂读书的孩子至少要年满6岁，最大不超过16岁。第三，男孩女孩不送来学堂上学，男孩也不收。最后，每人只能在学堂读3年书，自动卒业。3年时间是不是太短了？不花钱的东西，若是不限制时间，总有人会不珍惜。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识字，做到能看会写。我们会请一个童生老爷来当夫子，教学有更偏向实用。想考科举，可以在启蒙后去别的私塾念书。给的是机会，以后想再走哪迷路，还得看他们自己。既然决定要做，速度就得快。这又不是交粮税的时候，村长敲锣干嘛？难道朝廷又要升兵？怎么可能？朝廷又没打仗，好端端的征兵干嘛？不仅免数分，就连在学堂要用到的笔墨纸砚都不用你们花钱。村长，真的免数分？村长怎么报名？有没有人数限制？我家玉虫先报一个。村长，为什么是6岁？我儿子5岁，能不能去学堂读书？爹，不用出钱，我是不是可以让耀族回村里读书？今朝他们请的夫子是童生，郑夫子是秀才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你说今朝为什么不请一个秀才回来当夫子？他又不缺这个钱。西宁城没几个秀才，愿意教书的都在家里开了自己的私塾，谁愿意村里来？今朝丫头，村长说女孩不上学，男孩上不了。可我家春奴今年14岁，都要议亲了，是不是就不算？那就等他上2年学之后再议聘。今朝丫头，女娃迟早都要嫁人，读不读书没关系。你看城里的私塾就只收男孩。我是女的，既然银子我出，就得收女孩，反正都要嫁人，晚2年又有什么关系？谁说女孩读书没用？我家今朝不就被本皇上封为县主了？麻子家的，村里姑娘16岁嫁人的多，真要挑好了人，现在定亲，过2年再成亲也不迟。我就是问问，既然不行，我肯定送。我只有一点，学堂的招生必须按照我说的要求来，否则银子我就不出。知道3房今天要去西宁城，吃过早饭后，宋耀祖就被送过来搭车。在马车上一定多和你堂哥堂姐说话，要讨他们喜欢。他也想处好关系，可每次说话，启明哥总要问读书的事情，听着好烦人。你听到没有？我知道了。看在眼里，心底只觉得有点尴尬，索性闭上眼睛，假装补觉。以县主和启明如今的权势地位，在村里开学堂，对名声来说是件好事。请2个童生当夫子不难，老夫在西宁城有几个当年的童装旧友，可以去问问。只是他们都没教过女学生，县主是打算按照男女一样的标准来教学吗？我倒是想有点不一样，只是西宁城没有女先生，所以能识字就行，就按照男女一样的。老夫明白了，你们在这里稍坐片刻，我出门一趟，若是对方答应，就带过来和香月见一面。爹，女儿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爹，我想去宋家村当女先生，你能不能向县主举荐我？胡闹！你都没教过书，怎么能去学堂带学生？日日看爹在讲堂上讲课，我看都看会了。
以前还帮你批改过盟管学生的课业，怎么就不能去？县主刚才也说了，要是西宁城有女先生，他肯定更偏向请一位女先生。我觉得我就挺合适，还能教他们下棋弹琴。不行，这事阿饶不知道，他不会同意。你去宋家村教书，云志怎么办？他才3岁，家里有阿娘和丫鬟能照顾云志，空余时间还剩很多可以陪云志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暂时出课就放学士。爹要是不和县主提，我就自己去和他说。爹养得起你，阿饶也养得起，每天起早去宋家村教书多累，为了那点修金不值当。不完全是为了修金，女儿自问才学不输男子。可身为女子，处处受到桎梏。县主女子，老爷让她去吧。你在讲堂教烧书，她没少躲在外面看。你教给她的课业，她批的比谁都认真。娘，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。还是叫宋氏学堂吧，好听。好，就叫宋氏学堂。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好听。夫子的人选已经定好了，我们请了一位女先生来教村里的女孩，是郑秀才的千金。女先生好，郑秀才的女儿才华肯定不低，让她教村里的女孩，比童生老爷还合适。为了参加学堂的开学仪式，我们在宋家村多留了2天，说了近1个时辰的话。确保所有事情在他离开后都能正常进行。和以前只有二老来送相比，这次村长带着不少村民在村口目送。这是你阿爷让我们带给你的信，衣服和鞋子是婶子亲手做的，他们很想你。我爹娘、阿爷阿婆他们身体还好吗？放心，村长和大壮叔他们身体很健貌。这次回去，我阿姐出资在村里开了一个学堂，村长以后有的忙了。开学堂？宋氏学堂，100多个学生，男女都收。请的夫子是郑夫子的同郎和他女儿。郑夫子的女儿郑江月，对，西宁城没有女先生，她正合适。齐安郡王和应城郡王想故技重施笼络朝臣，但朝中稍有点地位的官员已经不买他们的面子。宫中皇子陆续满月后，皇上给他们安排了养母，都是嫔位以上的妃嫔，其中5皇子被交给皇后抚养。萧荣热和萧荣燕是彻底没希望了，子凭母贵，朝中大臣自然不会再下注。2个月前，我发现2皇子想将段延华纳入麾下。我担心出事，就拜托叶大人和玉坤把他调离京城，人已经在去明州的路上了。应城郡王看得上段延华，皇上了6位皇子安排高贵养母，大臣觉得5皇子要当太子，2皇子看上段延华，属于广撒网不挑。段延华几次想拉我拒饮，我拒了。见我派不上用场，2皇子的示好他求之不得，撕破脸对名声不好，索性趁早把他调走。京城的生意都在明面上，不想风头过重，索性安排人以竞争者的身份在周边城池开店，免得太傅有人眼红，钱袋子被盯中。远洋帆船的船体拼接正在明州进行。皇上命下官前往明州监工，并完成7天7夜的海上试航行。县主可要一同前去？这么快？是只做了1艘还是好几艘？先做1艘，若是没问题，就可以正式大批量开工。沿海一带的海上消息已经搜集的差不多，一旦完工，就可以远航大海，寻找新的疆土，说不定还能找到比土豆产量更高的粮食。明州太远，本县主刚回乡回来，不想再出远门。试航一试，我就不去。这船能造出来，县主当居首功，不能第一时间登上甲板航行大海，实在遗憾。没关系，以后总还有机会。什么人？城门口还瞧，去这么快？红色腰带，西南藤椅，是从西南来的官兵。老爷，今天还走吗？走。你回城打听刚才进城的官兵是不是从西南过来的？如果有事，立刻追上来告诉我。汗珠顺着脖子滑进领口，后背前胸已经被汗水渗透，心慌手抖，胸口闷闷的。启禀皇上，兵部尚书吴大人和礼部尚书康大人在外求见，人已经在御书房门口候着了。他们2个怎么会一起过来？传他们进来。启禀皇上。皇上，我爱卿，你先说。回皇上，西南传来军报，滨州发现盐田，盘州杨氏和宁州穆氏为争夺盐田与宁远城开战，穆氏不敌退兵，杨氏穷追不舍，接连攻下3城。穆氏派人求救，希望朝廷派兵支援。这是古月初800里加急奏折。穆氏的亲笔手书上更是带着血，胸口仿佛要炸开一样。召中书令东方少廷、丞相顾岐山觐见。皇上，微臣也有要事禀告。什么事？回皇上，这是朔宾国刚刚发来文书，朔宾国皇帝想派使臣入京为陛下贺寿，使团已经在边境候着了。贺寿？朔白国什么时候这么友善过？总觉得有点诡异。朕50大寿的时候他没来贺寿，这个时候来干嘛？据护送文书的官兵说，朔白兵皇上喜获6位皇子7位公主，为了2国和睦，特派使臣过来进行友好交流。使团正使是谁？魏王龚林爵。怎么不姓贺？龚林爵是朔皮国皇帝新封的异姓王爷，武功高强，手上握着10万大军。此次出使，怕是来者不善。黑黢黢的瞳孔钉在案桌上的3本折子上，思索良久。召中书令东方少廷、丞相顾岐山、翰林院大学士费延章入宫觐见。不敢弯曲的脊梁始终微弓着，感觉比站在外面晒太阳还要难受。这是西南和朔北发过来的折子，你们都看看吧。
皇上，杨氏此举分明就是借盐田之势行吞并穆氏，朝廷若是不干预，来日必定会起兵造反。西南一族以杨氏、穆氏为尊，穆氏若亡，西南局势必定大乱，绝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大。拉浅再看，如果这个时候朝廷和西南一族开战，难保对方不会趁火打劫。微臣觉得应该立刻派朝中重臣前往西南调解两族之间的关系，以朝廷之威相压，力求让杨氏停战。若采取顾丞相的提议，微臣认为派去西南调解的人身份必须足以为皇子列两族。微臣认为在派人调解的同时，还需调兵以防不测。此举不可，会让杨氏以为朝廷打算开战。派皇子前去说和，足以代表朝廷想要说和的意有多强烈。调兵反而能起到威慑杨氏、迫使他妥协停战的作用，利大于杨氏真把前去调解的皇子杀了，那可怎么办？这差事绝不能落到大皇子头上。依你们所言，应该派哪位皇子身边学习过西南？微臣举荐二皇子，从跟在军营待过的大皇子，他更合适去西南。二皇子在西郊大营留下的好名声，顾爱妻不知道吗？人选之事，朕在斟酌斟酌。以你们所言，让何人带兵前去震慑比较妥当？微臣提议派庆国公去，以他在军中的威望，杨氏必定不敢轻举妄动。不可！听闻龚林觉武功强强，乃朔北国第一高手。此次进京，难保不会试探我东赵国将才的实力。若没人扛得住他，岂不是助长了对方的威风？3年前，庆国公曾率兵在边境挡住了朔北国的大军，龚林觉势必会对他有所忌惮。他若不在京城，反而会让对方觉得西南形势严峻。既然朝廷不准备和杨氏战，进过去有点大材小用。臣举荐宣威将军温勇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韩州杨氏和宁州穆氏为争夺盐田与省开战，特命宣威将军温勇前万里。温将军不必着急，西南床上有意让派遣一位皇子前去调解，将军多等几天便是。顾启山这个老匹夫，本王迟早杀了他！重新刺杀宋昭义时，最信任的小厮护卫全死，再想动谁已经没以前那么。殿下别动气，依我看，顾丞相此举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越是帮着大皇子针对殿下，皇上越会派大皇去西南。如今朝中局势大变，当真让本王无计可施。此去西南，除了让杨氏停战，朕命你暗查滨州盐田一事，产量如何，位置在哪里，防卫情况如何，一定要事无巨细。盐田已被杨氏占据，调解时若被对方知晓自己在探查盐田，岂不儿臣遵旨？先稳住父皇，大不了回来时就说自己去了，随便编几个消息敷衍一下。我知道皇上在这个时候恢复萧荣彻的亲王爵位，是为了让他去西南更有分量，可我就是难，心里憋得慌。听说朔北国来的是王爷，到时候皇上让皇子接待，说不定萧荣燕的亲王爵位也会恢复。还真有这个可空缺，负责接待的人身不能比对方低。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，要淡定，等着就是。张姐，你把我的白气全吃掉了，我就剩4颗成不了。你可以用黑子熟。哥哥，你接着帮我下好不好？你都下成孤家寡人了，我怎么继续？自己下。感觉赢不了就没意思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朔北国魏王公林觉奉贺来朝庆镇寿辰。二皇子萧荣燕秉性仁孝，办事勤克，今特旨附近英王朔北国使持钦此。这笔账自己是亏了还是赚了？儿臣接旨，谢父皇隆恩。以前朔北国从来没派使臣给我们皇帝贺寿过。看来他们新登基的皇帝是个友善的，以后肯定不会再打仗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几百年来头一回。听说登基的3皇子是个废物，要不是2皇子感染重鼻死了，皇帝也轮不到他。幸好2皇子死了，要不然到现在还在打仗。在看清楚龚林觉的相貌体型后，下意识咽了一下口水。本官东照皇帝陛下旨意，在此迎候贵使。王爷远涉山川，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鼻子、眼睛、嘴巴看起来都很正常，怎么凑在一起就让人心里毛毛的？本王奉皇命来给贵国皇帝陛下贺寿。一路行来，见东赵国山川秀丽，地大物博，闹市喧嚣，令本王叹为观止，着实有点羡慕。莫不是又想占为己有？会同馆内已经准备妥当，请贵使随本官入城。这朔北国的魏王怎么生得如此高大？站起来，怕是有6尺多高。不仅不面善，反而给人一种杀人魔头的感觉，令人喜欢不起来。看着龚林觉，第一眼就能确定对方的人是残暴的既视感。国公爷对龚林觉别人一月了解多少？我从未见过此。龚元是朔北国大将军龚桓最小的儿子，之前名声不显。他是在贺明渊登基后骤然冒出来的。龚林觉籍籍无名，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封为王爷，真是处处都透着奇怪。一股霸道的鲜香味传入鼻中，卖什么吃食？香味这么重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的脸，让人觉得压抑。发现是庆国公和灵慧县主后，不由得开始紧张。人还没进会同馆，可不能出事。魏王爷，当年铁甲城之战，庆国公火烧粮仓，扛住我朔北国数10部藩军，不愧是东赵果然气势年英才。魏王年纪轻轻已经被封为王，武功高强，还是朔北国第一高手。本宫和王爷相比，差远了。本王的王爵之位全赖皇帝陛下宠信，岂能和庆国公实打实的战功相比？等谒见完贵国皇帝后，本王定要和你切磋一番，比一比是真正的花里暗藏的少年英才。能和王爷切磋是本宫的荣幸，我们改日再约。这个魏王来者不善，切磋是借口，试探实力才是真正目的。他这是在为以后2国开战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他既然来了，就不会让我避开。既然如此，就答应他。他想试探我的实力，我也想试探他的。有句话，新招县主不知道当不当说。县主但说无妨。在安阳府时，燕王侧妃李琴木说永江公主对国公爷有意。入京后，根据我的观察，
国公爷和永江公主似乎是两情相悦，本县主应该没看错吧？县主怎么会问这个？我心悦公主很多年了。既然两情相悦，那就赶紧成亲。庆国公还是催促一下皇上比较好。县主此话何意？公主身份尊贵，遴选驸马的过程需要慎重庄严，岂能仓促委屈了公主？宫林觉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和朔北国势必还有一战，若战败，各地赔款甚至和期，宫里可就只有永清公主正当妙龄。再丑能抵得过那张龙椅？真到那个时候，一个公主就能换天下太平，你觉得皇上会怎么选？脸上的表情已经彻底变了。垂在身体两侧的双手紧紧攥住拳头，眼里除了恨意，还有害怕。深埋在脑海中的记忆被重新翻出来。看着站在门口的数十名官兵，冷笑一声。康尚说：“会同馆外怎么会有这么多官兵？他们都是派来保护和伺候王爷的。距离皇上的寿诞还有半个月，王爷若是想在京城游玩，可尽管驱使他们。”原来如此。本王还以为这些官兵是贵国皇帝派来监视本王的。怎么会？皇上重视两国邦交，王爷又是为了贺寿而来，我们欢迎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监视？王爷多想了。本王带来的护卫一路风尘仆仆都累了，车上的行李就交给他们搬运了。这就都走了？大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些官兵可都是皇上让范统领从御雷军里抽调出来的，真的要把他们当下人使？还能怎么办？让他们搬东西。话已经说出口，断然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。他像是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，就像在酒楼听曲一样。魏王爷，这是会同馆主事曹沫，使团在馆内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他。做大使者不拘小节，来者是客，不能留下画饼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康叔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我们会自己找曹主事。赶了这么多天的路，王爷也累了，我们需要休息。既如此，那就让曹主事招待各位。有时英王殿下会在宴厅给使团接风洗尘，美酒佳肴，歌舞助应，届时恭候各位莅临。说完，加快脚步追了上去。等他看到宫林爵的时候，对方已经坐在了主位上。曹主事，我们王爷的房间在哪里？王爷这边请，给您安排的房间是会同馆最大最富丽堂皇的，窗外还种了木芙蓉，此时正是花期，景色宜人，打开窗户就能瞧见。就连反应的眼神都没有，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下说。走进庭院，满院的木芙蓉开得正盛。本王要休息，曹大人退下吧。晚上的夜宴，本王会自会前去。本官告退。去打听一下，今天和楚留云站在一起女子是什么人，两人是什么关系？回王爷，那个女子叫宋金钊，3年前校尉府都尉贺兰霄和我们安插在西宁城的细作，就是败在她灵会县主。听闻她医术精湛，在京城素有神医之名，就是她把郑国国公从生死关头救回来。快他县主，听说宋昭都应皇帝50岁寿宴上献出了一种名叫土豆的粮食，才被封为县主的。这个土豆有什么特别的？京城的百姓说，这个土豆的粮食产量极高，能猛产1000斤，而且对土质要求极低，在哪里都能种活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京城里的百姓都这么说。既然有此神物，为什么本王在朔白国从未听说过？一路走来，酒楼客栈中也没见过。宋金钊县上的土豆数量并不多，种子不够分给东赵国的百姓种植，所以还没普及。那这个东西现在哪里可以找到？哼，这趟还真是不虚此行。殿下，宫林爵绝非善类，今晚夜宴，殿下一定要当心。他再厉害，族主君也在我东赵了那么多御林手，父皇在回通馆，本王还怕他20几个人不成？下官不是这个意思。宫陵新爵身为使臣，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殿下再三缄其口，尤其此事西南一事，对方若是问到，一定要往轻了说。本王做事用不着你来教，康尚书。本王回京后，我英王府的大门你甚少踏进。怎么见父皇有了其他皇子就不把本王？下官实在冤枉，下官实在冤枉。思刚的意义测殿下，殿下也看出来了，不是下官不想和殿下多有来往，实在心里还向着殿下的。来日殿下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，下官必定万死不辞。本王倒是希望康大人是这么想的。县主，小人有事禀告。进来。今年第一批制作出来的香水和精油已经卖了大半，进入10月后气温降低，花田马上就要开始搭建大棚。小人打算接下来这段时间住在稻花庄盯着。天气变冷，经常来跑确实不方便。府里事情不多，你就住在庄子上吧。多谢县主，小人告退。阿姐，我刚才看兰溪好像来过，她和你说了什么？也没说什么。天气变冷，花田上要搭暖棚，兰溪要在庄子上住一段时间。你怎么忽然问这个？今天下午她从外面回来，拿着心下雨，更上太阳，可上午还出去的，怎么可能会担心下雨？回来时6神无主，问她怎么了，满脸心虚。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关系？世人都会有秘密，说不定他今天没去铺子里，偷懒去外面玩了。不可能，他一向都很勤快，才不会因为偷懒的事情骗我。那你就自己去问他。小姐，兰溪少爷已经动身去庄子了。就这么急？天都快黑了还要走？晚上过去还要干活吗？穿着绣云龙纹紫色大袖袍，头戴远游冠，龙纹玉佩挂在腰带上。使团的人还没到吗？微臣已经派人去请过3回，使团的人说魏王小溪还没醒，要晚点到。都这个时辰了还没醒，消气一下要用2个时辰。本王可是来晚了。先是被宫林爵的身高惊了一下，感觉他的发冠都要碰到帘阁上面了。
魏王爷能千里迢迢赶来为我国皇帝陛下贺寿，如此诚心，何谈来迟？失唇至鹿蛇，怀欧八宝鸭，龙凤呈祥，带着吉祥和怀欧的政治寓意。魏王爷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本王奉父皇之命为使团接风洗尘，特备薄宴款待，室内简陋，还请王爷见谅。本王先敬王爷。久闻英王殿下龙章凤姿，是所有中东赵国皇帝陛下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萧族。听见心花怒放。魏王爷过誉，此酒乃是我东赵国江南独有的洞庭春色，还请王爷品鉴。此酒清幽甘冽，倒真的很像贵国江南的雨季。魏王爷去过江南？本王曾在虚伪书上看过江南的亭台行榭，不仅风景宜人，就连雨季都如诗如画，别具一番意境。想来就和洞庭春色一样。朝曹沫使了个眼色。听闻最近东赵国西南一带不安分，临近寿辰，贵国皇帝还期望出京平定，不知现在的情况如何？也不知道县里就这样的选个贵族为了点东西大出手，打到一半想找台阶下。对，皇帝贵的名产千金的粮食叫土豆。怎么今天宴席上没有？快给本官倒茶，酒喝多了有点辣嗓子。终于反应过来，宫林爵一直朝他敬酒是想灌醉他。莫佩这亩产千金其实有过一些夸张，临会县主进献的不动就不多。乌牛王贵高兴，但宫里却长了痘兽，吃起来就跟沙子一样，时间放久了还有毒，不能长期保存。让会同管理的奴才机灵点，使团的一言一行，本王都要知道，尤其是宫林爵。微臣明白。殿下放心，司农司的黄庄一定在京城附近，派人出去找。王爷，等东赵国明年春天就把土豆种子卖给百姓，和我们轻易就到，何必现在到处找？一种新粮食的普及，往往需要几年时间。东赵国已经比我们提前2年，早点得到就能早点缩小差距。万一他们明年不把土豆卖白凤子罗爷子百姓，就算被罚，他们也不敢拿本在的国力，他们也不至于不敢开。皇上，英王殿下在外求见，说是有急事要求见皇上。让他进来。接待来使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？父皇，不是儿臣想喝，是宫林绝不怀好意，试图灌醉儿臣套话。幸亏儿臣机灵，才没有落入对方的圈套。他想套什么话？他询问儿臣西南动乱的事情，还说宴席上为什么没有土豆，觊觎之心昭然若丹。朕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在使团进京前就已经安排人在黄庄附近日夜巡视，粮仓也有重兵看守，没人进得去。还是父皇有先见之明，儿臣拜服。贵国皇帝能派魏王爷亲自来给朕贺寿，朕甚是心悦。一路跋山涉水，想必十分辛苦。皇子作陪是本王的荣幸，多谢东赵国皇帝陛下。前一天晚上在回东馆发生的事情，也在朝中高官之间流传开来，他们东赵国的百姓可都还没吃上呢。诸位爱卿不用担心，朕已经加强了黄庄和粮仓的防卫，严禁有人进出。就算宫林爵知道土豆放在哪里，他也不拿走。按照朝廷原来的举措，明春百姓就能种植土豆。朝廷防得再严，也防长曹朝廷手里，就不必让百姓种植了。不让百姓种，总得让他们吃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可以做成土豆淀粉售卖，不仅可以老整子不被他人拿到，还能给朝廷增收。丞相之法过于异想天开，朝廷没有那么多地，也没有那么多人，种不了那么多土豆。如今天下百姓都知道朝廷手里有门产千金的神物，若是不让他们种植，民心不稳，必生民怨，直至动摇国本，实在是下策。御书房内吵成一团，皇帝听得耳朵都要炸了。今天费大人他们在御书房吵了一整天，也没想出什么有用的办法。最后甚至有人说要用土豆和寿元国换战马，当时皇上还犹豫了一下。粮食不可能实现长期的全面封锁，只要大面积种植，就一定会被其他国家的人得到，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。除非一把火谁都不种，农作物的全面普及。现在朝廷要做的，应该是快速占据优势，先让边关和战略要地的军队屯田种植，实现军队粮草的自给自足，减轻后勤压力。阿姐的意思是，保证别人打过来的时候，军队有粮食吃，且不需要长期运输。等种子足够做够充足的时候，再通过地方官府分发或者售卖。朝廷可以下达禁止土豆，对前往朔立国的人进行搜查。可边关和战略要地距离朔北国都种在那很近，岂不是很容易被抢走？在边关种植不能是简单的种植，而是要构建一个集军事、农业、工程的防御性屯田体系。有条件还可以在城墙里面种植。第二，在军队防御范围中容不得外敌抢。他们挖的时候，他们保卫田产的战斗值，那我们就一起就可以打他们。有了田地能自给自足，他们就能长期驻守在边关，形成一个永久性能长期驻守的稳固据点。阿姐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？这些东西我想破脑袋都不会想到。多看书你就能想到了，以后多课团点兵书不够用，时候不早我睡了，你可以把这内容写成折子交给朝廷他们去办。一晚上没睡，天没亮就去叶良玉家里把人给堵了。这些都是灵会县主想的。对，阿姐说粮食不可能完全封锁不让别人拿到，只有利用先机抢占优势才是上之策。我知道灵会双群，他如果能入朝为官，封侯拜相也未曾不可。皇上，这是宋修筑刚才给臣看的折子，臣大为震惊，受益匪眼，还请皇上一观。宋修筑，这折子是你写的？回皇上，折子是臣写的，但折子上的内容是我阿姐说的。进左不让须眉，竟还真是如此事。王爷，宫林爵让属下传话，想请殿下陪他去街上游逛。什么？宫林爵让本王陪他去街游逛？父皇说的是客套话，他还当真了？去，来者是客，本王招待就是。休息2日，本王已经恢复了精神。今天想在京城买些东赵国的特色物件带回去，还需麻烦殿下好好介绍介绍。我东赵国市井繁华，商品琳琅麻目，魏王爷怕是有的逛了。若不是你们派人跟踪，本王也不会出此下策。黄庄的位置已经打听到了，这次出城踩点不能有人跟着，让他们都跟着，免得买了东西没人拿。贵国皇帝派来伺候本王的下人一点都不听话，
这样的奴仆在我们朔王国早死800次了。使团远道而来，你们要伺候好，尤其是魏王爷的安全，一定要寸步不离的保护。都跟上！谨遵英王殿下之令。都登记好，放入库房。每次都是这些东西，皇帝是越来越抠门了。阿姐，那我去庄子上了。早点回来，坐马车去，下午可能会下雨。好。没想到东赵国境早有防备，想进去偷土豆，除非打进去。这雷声也太大了，马上要下雨，得赶紧回去。二小姐，好像有人被雷劈了。啊！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老，我才40。他是朔北国使团里的人，那天进城跟在那个王爷后面，他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？还被雷劈了。我看你也没事，和爷走吧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被劈过的脑子有点懵。下雨路不好走，二小姐还是等雨小点再去曲家吧。最近庄子上很忙吗？花田要搭暖棚，关系到香水铺后面能不能持续供货，所以忙了些。二小姐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小人吗？这是今年新做的玫瑰茶，二小姐尝尝。好喝，装点回去，我带给阿姐尝尝，或许可以在茶饮铺子里卖。告诉庄子上的人，下雨天不要在外面跑，容易被雷劈，尤其不要站在大树下面躲雨，还有拿着尖锐的东西顶在头上。阿姐以前说过，这样更容易被雷劈。二小姐被雷劈了。唉，你看我像是被雷劈过的样子吗？确实不像。来庄子的路上，我和花看见一个被雷劈过的男人，还是朔北国使团里的人，头发炸开都被烧掉一半，脸黑的就跟抹了锅灰一样，看着伤得不轻。朔北国使团的人？好像还是个不小的官。